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安格斯要来跟大家分享几颗我新买的兰花。这些兰花呢，都是跟一个台湾的专业兰园 Joseph Wu Orchids 购得的。那这一次呢，我是趁着他们来美国参展的时候呢，我特别跟他们预先订购了某几种兰花，然后等到他们到了当地，也许是比较有空的时候，也许是展后呢，他才寄到我家里给我。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我到底买了什么样的兰花。因为我当时这边还是冬天，所以他们这边有帮我做一点简单的保温处理。那接下来的第一颗呢，其实就是非常大家都几乎认识的路德。这颗是一颗原生种的兰花。那这颗兰花呢，你现在看到的这些花都是当时我一开箱就有的花非常的漂亮。其实它呢最大的特点其实就不外乎它的颜色跟它的一个同心圆这样的一个纹路的分布。它也同时有淡淡的香味，而且路德呢是很多育种专家都会有的，就是都会选来育种或是交配其他兰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生种兰花，特别是针对就是想要创造纹路上面比较丰富的兰花来说呢，路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兰花亲本。我从刚开始接触兰花没多久就认识路德这样的一个原生种，但是其实我物色了大概快3年吧，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我才买了第一颗，而这一颗路德是我的第二颗路德原生种。那我特别会跟他们订购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家的路德是我看过所有路德里面最漂亮的，所以呢趁着这一次他们来美国参展赶快跟他们预购了几款我觉得在美国比较不容易找到的兰花种类。那接下来的第二颗呢，好，你看咯，它也有同心圆的特征，没错，它也有路德在里面。刚刚的名字里面呢，它是路德还有 Venosa 这样的原生种两个交配出来的，所以这一颗呢，就是我们所称的近原生种，或者是叫做 Primary Hybrid。那这颗兰花呢，也是来到我家里面的时候呢，好，它就有一个短短的花梗，然后呢，有2朵花。第一朵花呢已经几乎快谢掉了，但是这一朵花呢那时候还算是看起来挺有精神的，所以我赶快拿起相机多照几张相来提醒一下我，也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兰花的样子。这颗兰花它的花型就比较随着 Venosa 那样的花型来呈现，但是呢它的这个条纹纹路还有它的唇呢，就还是跟 Luda-Manniana 路德呢是比较接近的。但这颗兰花呢，它也是一样有香味，所以我相信也是承袭到了路德一点点的这个香味的部分。那 Venosa 我比较不熟，因为我目前到现在还没有种过 Venosa 这样的一个原生种。这边我其实在美国是有看到过的，但是呢我没有下手，原因是因为我对它的花型我个人觉得还好，所以我就没有特别的想要去买它。原因是因为它的花型就比较让我想到我其他的2-3颗的这个鹿角的这个蝴蝶兰那样的花型，那我就觉得比较有类似的，我就比较没有买。但是这一颗我觉得很有特色，是因为呢 Venosa 加上路德之后，它的整个红色是呈现朱红色，也是非常讨喜的一款颜色。
再来的第3颗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开花的样子。好，那但是呢，这颗呢，它就来的时候没有花。不过呢，其实你看到它的兰花的这个状况也是非常的健康，它的所有的叶子啊都非常的大片，因为它有象耳蝴蝶兰在里面。我也有另外2颗也是象耳蝴蝶兰的这个交配出来的兰花，但是我其实没有纯种的原生种象耳蝴蝶兰，因为呢，说真的，它要从那么小颗要养到能够开花需要很久的时间，而且呢，它真正长到很大的时候会很大很大，所以才叫象耳，是比较占空间的。所以我比较偏好买象耳跟其他兰花交配，有象耳花的特征，但是不要有它那么大的尺寸的兰花。接下来的2盆兰花呢，比较好玩是它每一盆里面都是2颗。那现在看到的是左边的这一颗，它们2个呢都有 Joey Sarah Lady 这颗兰花，那这个是左边这一颗会开出来的样子。那第2颗呢，它一样有刚刚说的 Joey Sarah Lady 这兰花在亲本里面呢开出来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们呢都比较类似。那它们这2种交配出来的花，这边看到的都会有香味。那它们呢是2颗在同一盆，这是在购买的时候呢，他们我就有看到这个清单上面是有这样特别说到，所以还算是蛮特别的。那它们的这叶子啊，非常的深色，而且非常的厚实，所以我想啊，开出来的花呢，应该也蛮厚实，而且也我觉得应该也是蛮蜡质的。我其实到现在一直都还在思考呢，就是在今年的春天，我是不是要帮这2颗兰花来进行换盆。对了，其中一盆呢，它有一个花梗正在长，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呢，也许这个花梗会成熟，让我们能够看到它第一次开花的样子。如果有的话呢，按照惯例，我就一定也会做一个兰花影片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再回到刚刚这个换盆的这个课题我在春天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帮他们进行做换盆的动作，但是呢，我还没有想好我是不是要2颗继续种在一起，还是分开来种植，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种植这些兰花，所以我必须要先观察一下它们的生长状况之外呢，也要来看一下就是说它们的根系状况，在盆内的根系以及盆外的根系的一些综合考量，然后再来决定我要对它们进行怎么样的种植方式。接下来的这颗兰花开出来的花呢，会是这2个亲本的一个综合体。那其实会引起我注意，主要还是因为它的花呢是有这个隐性斑点的，因为在它还没有开花的时候呢，就对我个人而言还是非常有观叶的观赏价值。那这颗兰花呢，其实它背后的亲本啊，我个人觉得很丰富因为呢几乎近原生种，但是也不是原生种，因为它好像有 Philippinensis， 然后又有 Schilleriana， 然后又有 Joey Spring Venus， 所以呢感觉上它的这背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对这颗兰花呢也是蛮有期待的。不过它是一颗好像近成熟株吧，所以我想啊，可能还要在1年到2年吧，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它开花，所以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咯。这一批中呢，我也有买了一颗 Violacea Indigo 这样的兰花。我其实很想要有一颗 Indigo， 但是一直都还没有机会买到。那这边的这个是 Marrier， 这个呢也是我在美国这边有买了一颗，但是那一颗其实我觉得好像标签标错了，搞不好不是 Marrier， 因为它开起来很像 Bastinii。总之呢，这一次会购买这个 Violacea Indigo， 原因是因为我也是看了很多家兰花，然后呢发现Joseph 他们的这个 Indigo 的这颗Violacea， 我觉得那开出来的花是最漂亮的颜色，所以也是物色了很久才购买。
那它们都还算是小苗，所以其实说真的要开花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就是只能耐心的养，尽量的养，然后呢希望它们就是能够在1年到2年之内能够开花。那刚刚我一直有提到，就是说我都物色了一阵子，因为其实有一些兰花你虽然说名字一样，但它开出来的花的这个样子不一定是照片上看到的，因为如果它是种子培育出来的，除非它特别讲它是主培组织培养出来的，那就会一模一样，否则的话呢都还是会多少不一样。接下来的这颗兰花呢，其实我自己本身已经有1颗了，但是呢我又购买了另外1颗，这颗兰花叫做 Japonica， 应该叫明户兰吧，不过呢它们生长得很慢，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花。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